家好，这个视频呢，我重点想讲一下这个我们怎么样把简历写好。简历这个东西，实际上很多人都知道它很重要，但是呢，很少有人能够把它写得很好。因为我们在互联网上其实不缺乏怎么写简历的这种攻略，有很多教程。但是我觉得这些都是舍本逐末、本末倒置的一些东西。为什么呢？因为简历它的本质是用最高的效率把你的优势给表达出来，所以它其实上是一次对自己的深度的剖析，一次比较全面的挖掘。就好比说你有什么优势，其实别人不知道，只有你自己知道，而且你自己不是一想就知道，你得回忆你的以前的履历的工作过程。有什么东西是能够让你成长的？有什么东西让你遇到的挫折，让你遇到的困难有什么样的挑战能够挑战你，你又最后把它解决了。在这个解决过程中，你肯定有你的能力，你比如说你吃苦耐劳也好，你毅力大也好，你善于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也好。总之，你要回忆、要复盘你的过往的项目经历以及履历，所以它是一个深度思考一件事情，并不是说你在互联网上看到别人一些教程，什么我们的好看的模板、好看的配色要先写什么后写什么，我觉得这个不是重点，重点是你要复盘你自己，把自己什么是自己的优势把它写出来，这是最关键的一点。那另外一个点呢，其实往往我们特别是像前端工程师来讲，每一个岗位不同的级别，它的能力模型是不一样的。你写的东西，你写的简历上表达出来的东西有没有匹配上这个能力模型是很关键的。就好比说你写了一堆，但是别人面试官一看我说是技术面试官，不是 HR。HR 他不懂技术，他可能只会看关键词，你有这个关键词，他可能会觉得你就行了，就把你弄过来。有可能你写了很牛逼的简历，但他没有这个关键词，他可能就把你去掉了。所以我们不管 HR， 就管这个技术面试官。你可能写了一堆，但是他发现完全不匹配他的岗位。比如说你写的第5的游戏开发，你写的巴拉巴拉一堆，它是什么？它是后台管理系统，它是很复杂的后台管理系统，能力不匹配。所以我们在投简历的时候，一定要看一看基地，它的岗位描述是什么。我刚才举的例子呢，是说业务场景下的岗位不同，也就是说他们公司是做这个业务，但跟你的过往的经历不匹配。但是我们前端工程师其实最重要的不是业务匹不匹配，而是技术能力匹不匹配。技术能力匹配，技术栈是否匹配的，还有能力是不是匹配的。作为一个前端工程师来讲呢，我这里以前端来举例子的，其实我们要重点突出2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你的技术的能力模型是不是匹配了前端的级别的能力模型，比如说 Senior、Junior 或者是专家或者是管理者 Leader， 你的能力是不是匹配了这几个级别。那我们这里以 Junior 前端工程师举例， Junior 前端工程师的能力模型是什么？第一个是要完成复杂的网页，它不是说你做一个企业官网，做一个营销页面，做一个简简单单的展示性的东西，你就能够匹配到网页切板能力。真正的职业的前端工程师呢，是要有复杂网页的切板能力的，对吧？你是不是懂得了？你能不能写响应式？这个显示器大和小的时候，你的网页能不能自适应，能变化？这第二个是你有没有写自适应的经验？因为我们写 H5 的时候，它要适应不同的手机屏幕，它要看起来差不多。在手机上就不是响应式在手机上那叫自适应，它的结构是一样的，它的视觉效果看起来是一样的。但实际上它有技术在里面，它不是说你写死的 PX 像素你就可以自适应不同的屏幕，它不是的，你要有方案。比如说我们常见的是 REM 方案，可以自动去拿到它的幕宽和高的计算，这是一个。这个你能不能表达出来你有没有过往的这种经历来支撑证明你有这个能力。第二个就是组件的开发能力，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现在真正的去一家公司之后，你会开发很多各式各样的组件，可能一个页面好几个人开发的组件，然后拼凑成了这个页面，所以组件的设计能力因为这个很关键。因为另一个方面来讲说，我们是协同办公，有可能是你写的组件给别人用，那么这个时候问题就来了，你写的组件是不是别人想要的别人需要的方法你有没有？别人需要的事件监听你有没有把这个事件暴露出去？别人想拿到你的组件的实例，你有没有给人家方法？别人入参是不是满足你的要求？这就需要有组件设计的这种思路在里面。你的项目经历有没有项目能够证明你拥有这部分的能力？这才是能力模型和你的项目经历是匹配的，对吧？你的项目经历要证明你拥有这些能力。第3点是业务开发能力，业务是很重要的特别是作为前端开发工程师来说，往往对业务
重视。实际上前端是最需要重视业务的，为什么？因为前端是 to C 的，写的页面是 to C to B 的，是给直接呈现在用户手上的，所以你必须要重视你的业务。我们很多同学就说什么垃圾业务啊，我只想提升我的技术，业务都是改来改去什么的。其实这个想法是错的，为什么？因为技术再好，你都要生产出业务产品，你才能够体现出你的价值。你空有一身本事，不去生产能够给公司赚钱或者是给用户使用的，就是提供给别人方便的产品，那你的技术有何用？自己厉害自己爽一下，那没用的。所以业务依然很重要，而且真正重视过业务的人，业务细节的人是能够体会到这个重要的程度的。业务细节它就能够侧面反映市场的，就是什么样的业务你写出来，可能以后永远都没有迭代了，就说明没有人用。有些业务它写出来它就后面疯狂的上这类业务，你就发现市场是需要这部分的功能的，你可以受到一部分的市场端的一些信息，这是很重要的。为了你以后能够自己写一些独立性的产品，你需要有这部分的嗅觉。最后一个是工程化的协同。为什么说工程化的协同？因为在现在的一个大环境下，所有人都是在自动化工程里面，在脚手架里面去写工程的。我们都要经历过这个 Webpack 或者是 Vite 或者是 Gap 的打包，才能够输出一个完整的 H5 的产物。所以工程化一定是一个底子，所以你必须要明白工程化的一些基本的原理。你的领导给了你一个工程化的脚手架，你不知道怎么把它启动，你的领导需要让你去联调后端的接口，他不知道怎么设置代理，那是不是后端的接口就调不通，会遇到跨域的问题啊等等一系列问题。那么代码规范，别人用的 ESLint 或者是用的其他的规范，你又不知道，你又不能去改，那是不是也是问题？分支提交规范你都得知道，所以在工程协同上的这部分的综合能力你也得有。但是你怎么样证明呢？你至少能在简历上写出来，你写都不写，那谁能知道呢？是不是？那至少我们能写出来，等到面试的时候，面试官问你才有机会去表达，对吧？你写都不写，那就不行。所以说，这是我总结的 Junior 前端工程师的一个能力模型。我们在写简历的时候就要匹配上。这是第二个大点是，在你满足了这个能力模型之后，你需要有突出额外的优势。你的优势是什么？因为现在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都比较卷，能够符合这个岗位描述的可能的人数有不少，但是为什么选你呢？所有人都符合了，为什么选你？就是因为你要有一个优势，有一个突出的亮点，面试官对你产生兴趣。这个兴趣有两个作用，第一个作用是他在筛选简历的时候对你产生的兴趣，第二个是他在面试你的时候对你产生的兴趣。比如说你在组件开发这个方向上很有擅长，这个是你的优势，你自己甚至做过组件库，那你就会有很多组件的思路在里面，各种各样的组件思路在里面。这个时候呢，面试官面你任何一个问题，技术性问题的时候，你都可以引到你的组件库设计的理念上。比如说，无论是面临什么 React 的合成事件也好啊，你可以说我做的什么某组件就涉及到了这个问题，原生事件和合成事件之间有什么区别的？你对一个复杂组件做了一系列的生命周期，你组件初始化的时候，你组件被用户点击的时候，你组件发生某些交互的时候，你组件被卸载的时候，你有没有把这个事件暴露给你的使用者？你有没有利用这种思路？那也是可以的。你有一个长项之后，你可以在面试的时候把很多问题都引到你的擅长领域，面试官对你的擅长领域产生兴趣之后呢，你就可以突出表达你擅长的东西。那整个面试的过程就会比较顺利，也比较愉快。这就是我们常所说的演员。面试官脱离了他的问题列表，最终因为你的擅长跟你一起探讨了某些问题，那这个过程就是比较愉悦的，你也愉悦，他也愉悦，他有可能找到了他的解决问题的思路，你也把你的长项表达给他了，那你的成功的概率就会很大。那这是另外一个方面，就是你要有优势。那总的来讲，实际上我们要把你有什么能力，怎么样把这些能力和能力模型匹配上。你有什么优势？没有优势就培养优势，把你的优势想象一遍写在简历里，重点突出，在面试的时候去好好的表达。那这个才是我觉得简历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不能够按照模板。很多同学会在一个招聘网站上录了一份简历，别人要他发一个电子档的时候，或者是线下的时候，他直接在那个平台里导出简历，导出那份简历，你会发现你导出的简历，很多人也是在这个平台上导出的，那你们的格式是一模一样的。那么你的优势有可能放在后面的某个项目经理里面，那你的优势是不是在格式上，你的面试官不能够一眼就能识别你的优势？所以你的优势是什么？你要提上来，放在最前面。比如说我们最前面有一个优势，你可以写一个我的优势，比如说熟练掌握组件化，对这个自动化工程的优化很有心得，这都是你的优势。比如说你做过类似于像抖音这种 TikTok 这种项目，对
流媒体比较熟悉，这都是你的优势，你就放在最前面啊。至于往后再详细描述别人有的你也有的，这才是简历的一个本质逻辑，就突出你的优势，匹配上你面试的应聘的岗位的能力模型。OK， 今天的这个视频就到这里。